你知道吗？根据统计，台湾平均每不到2天就会有1个人因为公安事件而死亡。最近台湾的公安问题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公安问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公安事件指的是在工作场合中发生意外造成死伤的事件。台湾几乎每年都会发生震惊整个社会的公安意外，例如去年的4月，因为车辆滑落到铁轨上面而造成的太鲁阁事故，又或是去年11月，苗栗一位原本是文书职的女工被调职为包装工人，但却发生意外而必须要截肢的状况。根据劳动部治安署的统计，最近10年重大职灾死亡人数平均每年316人，换算起来呢，平均每 1.15 天就有1位劳工因为职灾而过世。每次发生重大的公安意外，虽然都会受到大量的关注，但公安的问题却似乎没有明显的改善。究竟台湾的公安到底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而背后又有哪些结构性的因素呢？在开讨论之前呢，按照惯例，还是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YouTuber 的36堂课的6月限定优惠。现在大家都知道，只要会剪辑、懂经营，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100万 YouTuber。不过，如果要靠当 YouTuber 吃饭呢，最大的关键就是要懂得如何将流量转换成收益，例如创业啊、出商品、创作等等，这些跨足各界所需要的能力，就是 YouTuber 的36堂课想要教你的事情。而这堂课程的讲师是2位100万 YouTuber 阿滴还有我，我们会深入的分析自己的经营诀窍，提供可以执行的方法论，帮助你更有方法的培养自己。那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网址，把握6月的优惠码吧。根据统计，重大的职灾最常发生在营造业，也就是做建筑啊、土木工程的这类工作上。以营造业来说好了，2019年的数据显示，因为公安事故而死亡的劳工就高达了168人，等于每 2.17 天就会有1名工人死亡。而其次则是制造业，也就是各式各样的工厂工人，而这2类加起来呢，就占了全体死亡职灾的 74%。因此，公安事故虽然是泛指在工作场所发生的意外事件，但实际在使用上大多都是用来指称工厂和工地所发生的职业灾害事故。而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事故的原因，会发现有将近1半是因为从高处坠落，再来是触电、物体倒塌、被机器卷入或遭到冲撞而发生意外等等，几乎全都是在工地啊还有工厂当中容易发生的意外事故。不过虽然营造业跟制造业属于高风险产业，但其实这些产业都有严谨的安全守则跟 SOP 要遵守，那为什么还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呢？其实有许多公安意外事件都是因为没有落实现场的安全检查，太过马虎所导致的。一般来说，工地和工厂有相当多的安全措施要遵守，像是突出的钢筋应该要加装防护套，高空作业的安全带要符合标准。而另外也有许多应该要检查的细节，像是起重机在运转前呢，应该要确保4周无人；吊挂物体前呢，要检查捆绑绳索是否有拉紧等等。不过规定虽然多却有许多的从业人员没有好好的遵守。从治安署公布的职灾报告上面来看呢，许多意外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没有遵照安全标准作业，许多的小疏忽造成了无法挽救的灾难。像是2015年的时候，远雄集团的大巨蛋工程就被检查出没有在高度2公尺以上的开口设置护栏，导致了工人坠落。又例如像去年的太鲁阁事件，也是因为铁道旁的边坡工程没有加装护栏，再加上这个工程人员将卡车随意的停放，导致车子滑落边坡，酿成了重大的灾难。但其实这场灾难，如果工程人员把该做的防护措施都做好，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到底这种轻忽安全的心态是如何出现的呢？这其实跟厂商经常要赶工的状态有关。近年来有不少的台商回流台湾，也有科技大厂来台湾建厂，带动了增建厂房的需求，而民间建案跟公共工程的需求量也跟着增加。不过这些工程往往期程上面都很赶，尤其是在过年前，营造厂为了提早拿到工程款好过年，更是加紧了赶工的高峰期，而工厂也常常在这个时候赶着消化订单，要求工人超时工作，治安风险也跟着提高。此外，台湾近年来的缺工状况很严重，再加上疫情期间国外的移工进不来，也让厂商经常性的缺人，因此常常会去雇佣临时工或是招募非法移工来填补短期的人力。而这些人通常都比较缺乏经验，而且还在没有熟悉新的工作环境之下呢，就被迫要赶着上工，也因此发生意外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不过，除了工作时间不够、缺乏稳定人手等普遍性的问题之外呢，如果厂商承接的是政府的公共工程案，那就会再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预算太少，让他们只能够继续的压低成本。
大多数由政府发包给民间营造公司去做的公共建设标案，几乎都是采用最低标的制度，也就是价格开的最低的厂商就可以得标。最低标对于政府而言呢，不但可以节省支出，也是最简单明了、最不会引起争议的方式。可是这个最低标却延伸了许多问题，最直接的就是厂商为了抢标案而削价竞争，导致明明是很花钱的工程预算却被砍到见骨。那有些厂商为了节省成本就会在安全防护这部分节省开销。有的时候呢是该买的防护设备没有买，有的时候则是防护设施偷工减料，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而此外，最低标呢也可能造成一些劣质厂商靠低价抢到标案，开工以后政府才发现难以管理，使得做出来的工程品质低落。但难道政府没有办法可以把关公安的问题吗？其实有的，只不过对于厂商来说没有什么吓阻的作用。根据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定呢，雇主如果没有提供安全合格的职场环境，会开罚3万到30万元的罚锾。但是比起这点罚锾厂商更在意有没有在契约规定的日期内完工，常常每延1天就要多付工程款的1/1000以上的罚款。举例来说，一个2亿元的案子呢，每延后1天就要多付至少20万元，延期1周呢就会累积到140万元的罚款。这导致业者宁可侥幸违法，也一定要如期完工。而且就算是工作环境不安全许多业者也会抱着没被发现就没事的心态，就想办法隐匿职灾，然后规避劳检。有劳工团体就揭露，曾经有工人受伤需要送医的时候，雇主没有按照规定叫救护车，反而是开自己的车将工人送医，并通报为车祸事件。而以台湾各地劳检员工作繁重的程度来说，只要案发当事人没有踢爆或是检举，就不太容易发现厂商规避的问题。但即使厂商隐匿或是规避的行为被抓到，公安事件当中劳工受损的权益还是有很高的机会无法受到保障。在营造产业当中，一个工程被层层转包的情形相当的普遍。A 厂商得标之后，往往会转包给另外一间公司，而另外一间公司呢，也可能视情况再转包给 C 公司，借此把施工的成本还有责任不断的转给下游的中小型厂商。而在意外发生之后，最初得标的上游厂商通常会主张自己不是直接雇主，把赔偿的责任推给下游的小包商。那根据报道统计在台湾前20大的营造厂当中呢，几乎每一家都有违反治安法以及劳基法的记录，有几家更是高达50几次，累犯的情况非常的严重。但即便如此这些大厂呢，现在依然是承接公共工程大户，而承担直接责任的小包商呢，他们可能本身财务状况就没有那么稳定，使得受害者很有可能拿不到足额的赔偿金。过去也常常发生死亡职灾之后，小包商因为付不出赔偿金，马上脱产潜逃，等风头过了以后，再以另外的名义再创一家公司，让受害者的家属求偿无门，只能够请领劳保里面的职灾补偿。在过去，专门给劳灾事件理赔的这个职灾保险是包含在劳保里面，也就是说呢，只要雇主有帮这个员工保劳保，就会加入职灾保险。可是法规的设计上面却有一些漏洞比如说呢，人数在4人以下的小公司，法律就没有强制雇主呢要帮这些员工保劳保，而这些小公司的员工如果没有劳保，当然也就不会有职灾保险，就算出事了也领不到理赔。而且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工地还有工厂有很多是短期的临时工，有些雇主会觉得反正这些工人做个几天就走了，就没有帮他们加保，造成了许多临时工的权益损失。此外，以前关于职灾的补偿规定呢，还分散在多部的法令之中，不但很难取得完整的资讯，对于已经遭逢意外的这个劳工还有家属来说，还要奔波到不同的单位去争取，是非常困难而且身心俱疲的事情。幸好在2021年，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3读通过，也已经在今年的5月1日正式上路了。这部新法呢，将原本分散的法令整合起来，让职灾保险有一个专属的法源，也终于规定4人以下的小公司必须要强制加入职灾保险，也提供了雇主能够更简便的加保管道，提升雇主为临时工加保的意愿。不过，究竟新的法律能不能够发挥期待的效果，还给劳工应有的保障，还有待日后的观察了。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智疑 CC 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其实查完各方的分析之后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产业的文化似乎把节省成本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有些厂商呢甚至把它看得比劳动
动安全还要更加的重要。再加上规范职场安全的这个治安法没有规范和吓阻的效果，还有各地方政府的劳检量能的不足，使得某些业者也因此抱着侥幸的心态。在公安意外不断发生的情况之下呢，很有可能会让台湾有经验的这个劳动力减少，甚至恶性循环，面临更严重的缺工问题。但尽管新的法规已经正式上路让每个受害的工人都能够有一定的职灾补偿保障，但这并不是治本方法。这些状况要改善真的很不容易除了雇主还有员工的安全意识要提升之外，劳检能量不足以及这个政府的最低标制度也都是还需要努力的地方。因此希望这支影片呢，不只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处境，也能够让更多人一起意识到公安问题的严重性。毕竟公安问题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不只是工人受害，我们自己也有可能在无意之间成为受害者也说不定。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想要来问大家如果要改善台湾的公安问题，你认为最应该先从哪个层面来处理呢？ A. 完善的工人健康安全教育， B. 足以吓阻雇主违法的法律法则， C. 公共工程这个招标制度的改革。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了解台湾公安问题为何那么的严重。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劳保破产以及护理师有多血汗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